慈禧的最强奥义是。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咸鱼环。慈禧太后在历史上争议很大，她掌权了47年，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史。然而，大多数男性对她总是有一种无法言语的态度，而女性更是羡慕她多姿多彩的生活。从老佛爷的一生体验来看，他的一生跌宕起伏，多姿多彩，并且为什么想跟老佛爷做朋友呢？想想，如果你有一个朋友，他能在顶级危机的时候面对11国的追杀，带你论出北京，中间还不忘下旨处死曾妃。他能 PUA 李鸿章、袁世凯这样的历史中的大人物，跟他们玩权力游戏。他似乎应对所有的情境都有 Plan B， 所以能跟这样一位大佬做朋友，难道不值得心动吗？我们来分析一下老佛爷究竟有什么特别。早年的时候，家族破产，祖父锒铛入狱，幼年便需要借款度日，探监送饭，并且老佛爷的身世也遭到了质疑。在这些事件中，慈禧形成了权力是生存的唯一保障这个信念，并且他为了恢复家族地位而训练自己的宫廷技能，在身世争议中伪装自己，也建立了情感与道德不过是权力的工具这一信念。然而，我们回看历史，似乎这两个品质，历史上的很多人都有啊，为什么慈禧那么特别呢？例如曹操的"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"，他似乎跟权力等于生存并没有本质区别，并且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也是把道德文化当作工具，但总感觉曹操他身上缺了点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么接下来进入正片，老佛爷的最终奥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按下不表。我们通常都知道，一个人从创业到巅峰，再到低谷，然后在第二次创业、巅峰到低谷，他需要有非常大的勇气，然后或许第3次他就站不起来了。一个人费尽一生的力气，或许也只能完成1次或2次的起起伏伏。但是呢，我们回到老佛爷身上，他似乎习惯了这个过程，并且享受了在这个过程中表演。让我们来看看吧。这个模式开始于他的童年，祖父因贪污案入狱，然后全家破产，牺牲于破庙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发现了权力大于金钱的秘密，并且他依靠了自己改变了这个局面。他在狱中给祖父送饭的时候，目睹了狱卒勒索钱财，他用捡到了令牌吓退了狱卒，首次体验了表演的快乐。或许就是这个令牌教会了他，在失控的世界中，演技远比真相重要。在西柚政变中，咸丰驾崩，肃顺等8位大臣欲封锁消息，铲除慈禧，但是他呢，把自己的手臂割得鲜血直流，用苦肉计策反了侍卫，送信给恭亲王。他抱着6岁的同志哭诉道：他们连先帝的骨灰都想扬了。结果呢，在表演中8个大臣被抬走了，于是开启了垂帘听政，把时间推到甲午战败。当时马关条约割让台湾，全国声讨，他让手下散播日本巫师咒杀老佛爷的谣言，然后突然病倒称倭人弃山龙体，尝试转移矛盾。结果呢，民间调转舆论导向，太后也不容易啊。于是维新派成了新靶子，他放任义和团的发展，并且曾经他想给义和团的首领10万两白银。然而呢，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继而引起了庚子国难，在更大的失控中表演。在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，他仓皇出逃，在逃跑的过程中，途中故意吃糠咽菜，让各地官员偶然发现。最后呢，下旨说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，却让光绪来北国。而回京时呢，老百姓却跪迎救苦救难的菩萨回来啦。人的一生手段再高超，你最多 PUA 几个人，而老佛爷呢，却能在当下PUA 几亿人。似乎在他的身上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定律：当所有人都恐慌时，越是冷静的人却越能制定规则；当敌人试图操控你时，你却学会了在失控中表演，那才是最强的控制。这时候你已经成了无敌的存在。那我们回到主题，如何跟老佛爷做朋友呢？似乎他的世界里根本不需要友情，并且忠诚也只会被拿来当工具。如果你对老佛爷说我对老佛爷忠心耿耿，那估计结果也不会太好。似乎对老佛爷有用的也只有生理性的用途，例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缓解了老佛爷对列强的 PTSD， 所以似乎很难跟他成为朋友。就像我前几天搜索的 AI， 用各种各样的心理学方法，也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友谊关系。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位大佬，
那就认怂吧，成为他手下的工具，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然而，最后我们再看看修炼这最终奥义的代价是什么。作为女性，她似乎在情感世界中一无所有。对于光绪而言，在前期老菲儿用母子情深来换取了光绪的顺从，但是到后期呢，因为维新事件，他透支了所有的信任，也失去了跟光绪的所有链接。而李鸿章呢，是一个理政的工具人，默许他发展北洋事务，换取他处理国务。然而马关条约之后，这位工具人就直接摆烂了。在慈禧最后的3年，似乎也只有身边的太监李元英敢跟他说真话。然而他却保留3层，他永远得不到真诚，并且自己的真心话也无法袒露。当然，视频也不是为了去批判这种行为或者这种模式，但如果你想跟他人建立真实的链接，往往用 PUA 的手段是很难换来真心的，并且你也会在这过程中间逐渐的封闭自己。但如果你有强烈控制的体验需求，老佛爷的人生似乎是个不错的参考。或许控制的最终奥义就是先让自己接纳失控，在失控中舞蹈就能变得更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